作为在都市上班的女白领，每天下班后最幸福的事，就是找个地方吃顿美味的晚餐，最好再喝点小酒，然后睡个好觉。女酒鬼何鸽子今天来到了秋叶原，这里餐厅不少，但她最爱的还是这种能喝酒的小食堂。店里主打的南蛮鸡很对她的胃口，小店用的是机器点单，不过所有图片都挤在一起，让何鸽子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来一份带酱的鸡胸肉套餐，生啤也是必须的。坐在吧台边，能清楚听到厨房里炸鸡块的滋滋声。这时候他点的啤酒端上来了，他一口就喝了1/3，瞬间有了下班的感觉。有了这杯啤酒，等多久吃饭都行。整块鸡胸肉裹上面糊，放进滚烫的油锅，炸到金黄就能捞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来一杯日向夏日鸡尾酒。炸好的鸡肉放进特制酱汁里泡一会儿，等面衣吸饱汤汁，切成均匀的长条，配上厚厚的酱汁就可以上桌了。这鸡肉口感软嫩多汁，面衣和鸡肉都很柔软，真不知道厨师是怎么做到的。搭配的塔塔酱也很浓郁，本身蛋黄酱就很好吃，再加上洋葱、水煮蛋和泡菜，味道更是一绝。香味和酸味在嘴里交织，甜辣味配上香醇的蛋黄酱，和这浓郁味道最配的就是一杯清爽的鸡尾酒。当然也有人来店里会选择不蘸酱，老板就会搭配一份炸的酥脆的鸡蛋，一口下去既有鸡肉的软嫩，又有炸蛋的酥脆，少了酱汁，南蛮鸡的酸味和香味会更突出。第二天何鸽子的工作还是早早结束，这种时候就想来冯乐喝一杯。进门时他突然想起之前在这里工作的山羊小哥，听说他去叔叔家帮忙了，没想到一推门又看到了山羊小哥的脸。何鸽子以为自己走错了，老板解释说二厨家里有事回乡了，所以山羊小哥有空就会来帮忙。来杯冷酒，那我推荐山形的特别纯米酒。好，就这个。酒选好了，接下来要挑下酒菜。冯乐的黑板上每天都会写不同的菜单，今天的海鲜沙拉一下子吸引了何鸽子。每次倒酒一出来的时候，何鸽子都特别兴奋，这表面张力真是绝了。按照他的习惯，第一口必须这样品尝，高级又柔和的米香慢慢弥漫在口腔，闻起来也很清爽。很快海鲜沙拉也端上来了，看起来像蛋糕一样华丽，又像减肥餐一样健康。他先夹起一片煎鲅鱼，吃一口海鲜，马上品一口酒，鲜味和香味都能被更好的激发出来。接着是何鸽子最爱的章鱼， QQ 弹弹的，嚼劲十足，三文鱼带着一股浓郁的奶香味，不管是哪种海鲜都和面前的酒绝配。最后小盒子里的酒一定要倒回杯子里，一滴都不能浪费。下一轮何鸽子准备喝自己存在店里的烧酒，这次选对热水喝。在城市里有这样一家小店，每天晚上迎接着客人，喝几杯，吃点美食，给繁忙的生活带来一点慰藉。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？在卖肉的店里，直接吃肉配酒会是什么体验？何鸽子看到有人在路边喝酒，就忍不住了，赶紧冲进店里，给自己买了一份上好的和牛。好了，今天要吃什么呢？何鸽子下班后还在发愁，下一秒就看到街边有一家叫朱星的小酒馆，招牌颜色暗淡，一看就知道这家店开了很多年。何鸽子决定今晚就在这里解决晚饭。他拉开门走进去，外面完全看不出来里面居然这么大，就像被带进了一个异次元空间。尤其是那条长桌已经被擦得发黑了，说明这里客人肯定不少。不知道有多少酒友在这张长桌上喝过酒。何鸽子被安排在长桌旁，面对着一整面墙的菜单，这角度真的让人挪不开眼。店里下酒菜种类超多，价格也实惠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虽然纠结该点啥，但还是先来点简单的，才契合这酒馆的氛围。我要一份味增黄瓜和生啤。店家端上来，除了啤酒和味增黄瓜，还有一份下酒菜，吃起来像是芥菜。何鸽子第一次吃这种口味，调味温和不辣。打工人下班后最大的享受就是一杯冰镇啤酒，尤其是泡沫超多的一大杯。黄瓜颜色特别新鲜，翠绿的外皮和白色的内侧对比鲜明，上面点缀一点红味增。黄瓜本身水分足，口感脆爽，配上恰到好处的咸味味增，绝了。再来一口啤酒，啤酒的香气在鼻腔里弥漫，碳酸刺激一下就直冲喉咙。如果在黄瓜上多放点味增，何鸽子觉得光吃味增就能下酒了。这味增酱口感太浓郁了。开胃菜吃的差不多，何鸽子开始琢磨下一道菜。他看到菜单上有道和炖煮绝配的黄油咸味面包，下一秒又发现这里的炸火腿排只要270日元。在他看来，
厚重的油炸食物和啤酒绝配。于是他开始了第2轮点单，又点了一杯啤酒，配上一份炸火腿排，火腿裹上面包馅，炸得酥酥脆脆的，中间切开是为了防止客人被烫到。何鸽子趁热尝了一口，薄火腿肯定不会有这么扎实的口感，厚火腿和面衣的比例绝了，两者搭配的恰到好处，再配上黄芥末就更有风味了。这种满足感一定要和啤酒一起享受。虽然这顿饭没花多少钱，但何鸽子就是喜欢这种能为小事开心的状态。这时他注意到身边的大叔点了一份和炖煮绝配的黄油咸味面包，他把炖得软烂的肉夹进面包里，一口咬下去，满脸都是幸福的微笑。何鸽子决定吃完面前的炸火腿排，也来一份尝尝。结果就是今天又吃撑了。第2天，主任给他介绍了一家店，位于大井町车站附近。赶上休息日，他迫不及待地去了。这里有一条隐蔽的小路，全是昭和风格的小店。路口有一家看起来有点破旧的肉食店，门口却围了很多年轻人在喝酒。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，何鸽子很喜欢。他走进店里，发现店里不仅卖罐装酒，还有调酒，肉的种类也超多。何鸽子决定要点些好肉，庆祝自己第一次来。于是他点了一杯柠檬苏打酒，又配上一份和牛烤牛肉，烤鸡肉串也想吃。他在柜台又加了一串鸡肉葱串和一串鸡横膈膜，所有东西加起来才1000日元出头。何鸽子第一次在肉食店喝酒，这里没有筷子，只能用竹签，放到嘴里一抿就化，脂肪的香味瞬间弥漫开来。这时候喝一口清爽的柠檬苏打，太满足了。肉食店的品质不用担心，每样都是稳稳的美味。葱的味道很甜，鸡横膈膜多汁，配上胡椒，味道刚刚好。作为美食街的开场，何鸽子觉得这家店很合适。不过接下来该吃啥呢？他刚走出几步，就看上了旁边的居酒屋，用于下酒好像也很不错。店里是小吧台设计，刺身拼盘能看出店家的用心。今晚会是什么鱼呢？老板说如果客人是1个人来，他特别推荐海鲜醋味增，一下子能吃到3种海鲜。何鸽子还配了份清酒，刺身蘸味增吃挺特别的。醋味增在赤红鲷鱼的映衬下显得更金灿灿，这酱料增加了刺身的醇厚口感，能同时尝到鱼的鲜甜和清爽。再喝口清酒，味觉直接升级。这是和刚才那家完全不同的味道。菜单里的炸安康鱼块也是何鸽子完全无法抗拒的美味，一份只有3小块，但足够下酒。相比炸鸡块，它的味道更适配酒，酱油调味的面衣就很香，鱼肉更是香气逼人，配上醇厚的清酒，让舌头完全放松。从店里出来，何鸽子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还早，那不如再去下一家吃点。何鸽子和同事今天中午吃卤猪蹄，虽然很多人不吃这个部位，但3个美女吃得津津有味。这是同事在家用香料卤的，需要八角、肉桂等配料，很多家庭凑齐这些都很困难。因为吃了同事的卤猪蹄，何鸽子决定在家也试试。他第一次来到池袋的中华食品店，商店在大楼4楼，电梯门一开就是满满的中国元素，空气中有香料的味道。超市里还有卖活鱼的，他想要的猪脚在冰箱里，120日元一只。何鸽子买了不少东西，结账时发现超市旁边就是中华料理美食广场，逛了一圈肚子饿了，不如回家前先吃点东西。最近何鸽子钱包紧，相比居酒屋和快餐店，美食广场更划算。在四川料理窗口前，何鸽子被没见过的串串吸引，难得来池袋一次，他想吃点没吃过的东西。何鸽子选了丸子木耳和章鱼，又点了啤酒，一共只花了800日元。商家提供哈尔滨啤酒。何鸽子看了看肉丸子，上面撒了辣椒粉，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辣味。果然一入口就有辣油，赶紧喝一口啤酒。丸子和啤酒很配，木耳脆脆的很厚实，用木签吃木耳，有种路边摊的轻松感。章鱼 QQ 弹弹，越嚼越香，虽然每口都很辣，但喝口啤酒就解辣了。3根串串不够，何鸽子还想再吃点。他选了台湾臭豆腐，炸到干巴巴的豆腐灌满汁水，咬下去汁水涌出，虽然是油炸，但口感清爽。这家店配台湾啤酒，口感很清新，一口豆腐一口啤酒停不下来。最后试试中国豆腐脑，这家店放紫菜、虾皮和香菜，何鸽子第一次见，柔软的酱油风味很治愈，喝过酒后会爱上这口感和味道。转眼到周一，何鸽子午餐是自己带的便当，他专门蒸了烧麦，这是周末在中华食材店买的。中午吃了中华料理，
何鸽子晚餐也想吃中华味道，这家叫美珍的店看起来不错，店里客人多很热闹，菜单上菜品很多。何鸽子一眼看到八宝菜很开心，虽然炒饭和麻婆豆腐也吸引人，但他最后点了小盘八宝菜和啤酒。菜没上来前，何鸽子干了一杯啤酒，清凉的感觉很开胃。听着厨房炒菜声，何鸽子又倒了一杯酒。茶色八宝菜很吸引人，虽然是小份，但够一个人吃饱。何鸽子尝了一口，火候刚刚好，白菜和胡萝卜甜甜的，扇贝和虾很新鲜。何鸽子最喜欢里面的鹤唇蛋，像小号鸡蛋，味道更浓缩。盘子底下粘稠的汤汁，何鸽子也没放过。他觉得光是这酱油味菜汤就能喝下一整瓶啤酒。最近几天，何鸽子的生活好像一直围绕中华料理，菜色丰富，味道好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到不同味道，太开心了。这天，何鸽子同事出差回来，专门带了鱼二重饼分给大家。吃了这样的美食，何鸽子也想去当地品味，于是趁休息日赶往神乐坂。神乐坂的魅力在于江户风情，何鸽子自由地在街上闲逛，在街道转角处遇到一家不错的居酒屋，店家把菜单贴在门外，有青花鱼、茶泡饭等福井特产。想进去吃饭的客人可以选就餐方式，有可以坐着慢慢吃的客厅，也有更想喝酒的丽饮。何鸽子偶然抬头，发现楼上还有个小餐厅，卖酱油炸猪排。这么对比下，何鸽子想尝试福井的肉店，吃完肉再下楼喝一杯，就是他最好的规划。这家猪排店挺大，店里收拾得很干净。这里的酱油炸猪排用自家酿制的酱油，售价1200日元一份。既然是特色，当然要尝尝。饮品何鸽子选葡萄美酒，用的梅子是福井县的红梅。紧接着何鸽子又选了无糖荞麦面。很快何鸽子点的酒端上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喝没糖的美酒，不甜的梅花酸味更突出，真的很好喝。这种为大人准备的酒肯定和这里的料理很配。此时厨房里一张比脸大的猪排已经下入油锅，因为裹上面包糠，所以很酥脆。切好后淋上自家酿制的酱油，放上一小撮葱花就完成了。一口咬下去，脑海中只涌现出2个字，那就是松脆。猪排多多的肉汁和酱油很搭配，虽然放了酱油，但口味清淡，感觉吃多少都可以。如果仔细品尝，还能尝出生姜味道，这味道和酱油一起，更衬托出猪肉细腻的甜味和美味。这时喝下一口不甜的美酒，真是最幸福的时间。每到这时，何鸽子都觉得能成长为能喝酒的大人实在太好了。吃饱后，何鸽子马上开启第2轮，他的目标是楼下福井名产。这里的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，不管是腌黄瓜还是酱油腌鸡蛋，他都想吃。最后他点了一杯日本酒和2碟小菜。这款酒一入口就能感受到浓润的米的美味，还有丰满的酸味。青花鱼用盐腌制过，味道又鲜又咸，还有满满的青花鱼油脂，一小口就可以用来配酒，真是酒鬼拒绝不了的一道菜。金枪鱼泥配上奶酪也是一道偷酒的小菜，这样经过发酵的食物美味倍增。今天反正是休息日，何鸽子想着喝再多酒都没关系，就好好享受这样的快乐就好了。之后何鸽子还想吃富山料理，可惜这家店需要预约，他只能等待。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天，何鸽子非常准时就到了。他点的第1道菜是特色昆布腌鱼，老板建议他先不要倒酱油，因为是一直封存在昆布里腌制的，所以鱼肉上稍微多了点颜色，和普通生鱼片有点不一样。淡淡的香味加上鱼肉的嚼劲和柔滑口感，真的非常让人上瘾。由于本身带有嚼劲和甜味，经过腌制后肉质更 Q 弹。这时就到了日本酒发挥作用的时刻，一口下去让海带鲜味更浓郁了。接下来何鸽子又点了腌鱼糕，这是把鱼肉做成鱼泥后卷制作成的，所以口感是 QQ 弹弹的，蘸上芥末吃就更多了一层风味。腌乌贼有点黏黏的，但有一种在酱油里腌到熟成的味道，还真是独特的风味。对于何鸽子来说，能去到一个地方品尝当地的美酒和美食，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。何鸽子今天因为出差，第一次来到沟之口车站附近，这里位于川崎市，是重建开发的新区域，所以建筑看起来都很新。何鸽子忙完工作，已经天黑了。对于他来说，来到一个新城市，尝尝当地的美酒美食是必须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些大楼里有没有藏着什么好吃的。走到一条商业街附近，何鸽子闻到了香味，这里每家店里都坐满了喝酒吃菜的顾客，飘着烟火气和时代的味道，
虽然商场里那些漂亮的新店也不错，但好不容易找到这种地方，还是想进去尝尝。很快，和歌子被一家烤肉店吸引了，店里的烟特别大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有坐在老式烤肉店的感觉。光看着这烟火气，他就觉得下酒了。和歌子找到座位，翻开菜单，一份肉只要200-3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20-30块钱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便宜的小店。按照他的习惯，第一件事肯定是点一杯大杯冰啤酒，接着又点了一份猪颈肉和腌制的咸味内脏。没想到这家的啤酒杯这么大，拿起来都费劲。店家送的包菜也很清甜，炉子里的炭火已经烧红了。和歌子准备先烤猪颈肉，看起来脂肪比五花肉厚不少，一放上去就滋滋作响，烤得他额头冒汗，食欲也被点燃了。为了降温，他又喝了一口啤酒。等肥肉烤焦的时候，把内脏也放上去，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慢慢把肉夹到盘子里。这样的过程更能刺激食欲。吃下第一口，太满足了，猪颈肉太香了，入口就是浓郁的油香味。这时候配上啤酒最解腻，炉子上的内脏也烤得缩起来了，越嚼越香。烤肉就是这么让人上瘾，一口肉一口酒，太舒爽了。回到公司后，他把这家店推荐给了同事，因为印象太深刻了。几天后，他好像还能闻到那股油香。有同事又给他推荐了一家店，说是既有烟雾缭绕的氛围，又很时尚。和鸽子肯定喜欢。下班后，他马上去了。这是一家专做熏制料理的小店，每一道菜都会用心熏制4到16个小时，一进门就能闻到烟熏香料的味道。和鸽子决定认真挑一挑，他点了一份熏制土豆沙拉，还有一杯威士忌苏打，要求威士忌的烟熏味重点。这家店的苏打水是现做的，气泡感很强，一闻上去就散发着浓郁的烟熏味，还没喝就让人很兴奋。入口后碳酸很刺激，带来清爽的感觉，但浓郁的味道之后还有余香。和鸽子觉得点对了。很快，服务员端上了烟熏土豆沙拉。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没有用蛋黄酱，而是用腌萝卜、半熟蛋和米油混合土豆泥制成的。和鸽子小心翼翼地夹了一小块。这道料理看起来简单，却很独特。每次咀嚼，甜味和烟熏味都在口腔中扩散。半熟鸡蛋和米油给土豆增添了乳汁感，这时候配上威士忌苏打，简直是香味天堂。看到对面桌的客人点了一份烟熏奶酪，和鸽子也忍不住点了一份。这奶酪是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中冷熏的，上桌前微微烤到焦香，是店里的招牌。一咬下去，浓郁的香味直冲鼻腔，是熏香和奶香的完美结合，配上烟熏威士忌，太上瘾了。和鸽子马上又点了一份烟熏奶酪。在他看来，烟熏味不仅是调味料，还成了一道下酒菜。26岁的日本女孩能有多爱喝酒？公司白领和鸽子天生就嗜酒，并且每天都在享受独酌的乐趣。最近，和鸽子的同事迷上了吃面包，原本每天带便当的他，最近中午只吃面包，还说现在流行用面包配酒。一听酒这个字，和鸽子的眼睛都亮了。下班后，他照例找一家能喝一杯的小店。这是一家烧鸟店，客人不多，但氛围很好。来烧鸟店，当然要点啤酒。那吃的呢？葱烤鸡肉串、鸡肝、鸡屁股都不错，还有上汤鸡蛋卷，饺子也很诱人。这家店还有人气的咖喱面包，只要220日元一个。和鸽子点了红心啤酒、烤鸡脖子、鸡肝，还有一份紫苏梅干鸡胸肉烤牛油果。在这样的烤串店和居酒屋，最精髓的就是冷冻过的杯子，这样喝啤酒才不会破坏口感。一口下去，是拉格啤酒独有的苦涩和醇厚。难怪大家都说这种小店是打工人的心灵慰藉。鸡胸肉串本身很清淡，但加上梅子的酸味和紫苏的香气，配上啤酒，和鸽子觉得怎么吃都不腻。烤鸡脖子的油脂更丰富，汁水丰盈，调味刚刚好。这时候再喝一口略苦的啤酒，简直是绝配。鸡肝的口感黏糯清甜。对于和鸽子来说，烤串的魅力就在于能尝到各种常见或不常见的美味，这是在家里做不到的。烤牛油果的量很足，上桌时还冒着热气，吹凉后送入口中，松软热乎，连烤焦的部分也很好吃。这时候
何鸽子点的咖喱面包下锅了。这锅看起来至少用了20年，表面炸到酥脆，对半切开就能上桌。被咖喱浸染的面包金黄诱人，外壳热脆，内里包裹着浓郁的鸡肉咖喱。认真咀嚼后，辣味慢慢散开。吃着刚炸好的面包，喝着啤酒，日子简直不要太幸福。如果第二天领导宣布不加班，那就更幸福了。不用加班的何鸽子决定吃一顿西餐。这家店的菜品特别多，看着就很好吃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他点了一份蒜香包菜，一份炙烤卡芒贝尔奶酪，还有一杯特雷比奥罗白葡萄酒。入口感觉很顺滑，清爽又带点辛辣，和什么菜都很搭。开胃小菜是炸的香脆的意面，口感轻盈，味道不错。最重要的是一根一根配着酒吃，特别有趣。何鸽子试着3根一起吃，咔嚓咔嚓的声音特别悦耳。这就是简单的幸福。蒜香包菜装在可爱的餐具里，包菜的清甜配上大蒜的香气，咸淡适中，口感很美妙。一杯酒下肚，何鸽子又点了一杯苏打威士忌。紧接着，期待已久的炙烤卡芒贝尔奶酪上桌了。开吃前还有一个仪式，淋上朗姆酒，点燃火焰，等火焰燃尽后，就可以把奶酪涂在法棍上吃了。这画面简直和何鸽子想象中的美食剧一样。奶酪热腾腾，黏糊糊的，刚才淋上去的朗姆酒香气弥漫，伴着奶香，让人感觉全身心都被治愈了呢。这是一家性价比超高的小酒馆，只要3300日元，全店80种酒随便喝，5-6个小时喝多少老板都笑脸相迎。26岁的日本女孩有多爱喝酒？公司白领何鸽子天生嗜酒，每天享受独酌时光。这天下午，何鸽子接到任务，帮主任送东西，跑腿的回报是可以直接回家。送完东西，何鸽子觉得饿了，本该往车站走的脚，不自觉拐到一条陌生小路。这家店的灯亮着，是宝町的一家小酒馆。走到这儿是缘分，当然要喝够再回家。一进店，发现桌子是油桶做的，还挺有趣。我来介绍下我们的系统。后面有小酒杯，拿个托盘，那边倒满溢出的酒400日元，从80种酒里选。除了点酒，店里还有自助模式，营业时间内3300日元无限畅饮。食物和下酒菜，最便宜1000日元，每500日元递增。每个价位都是搭配好的套餐。水产店直营，最好的食材是各种海鲜。何鸽子点了1000日元的套餐，拿着小杯子去冰柜前思考，是喝熟悉的酒，还是常没喝过的？何鸽子喜欢这样倒一点。这杯是特级纯米白菊酒，嘴唇碰到酒的瞬间很丝滑，滑到喉咙时甜味慢慢散开，香气柔和，感觉配什么料理都合适。这时老板上了第一道菜，自家制味增风味奶油奶酪，看起来像面条，入口后奶香和和风味十足，从没尝过也没想过的味道。味增包裹奶酪的醇厚，奶油奶酪有发酵的深度，配上一口酒，绝对相配。第二道菜是鲜鱼烤制，何鸽子打开锡纸，里面是三文鱼，味增和黄油的香气扑鼻，鲜鱼饱满光泽，配菜是蘑菇洋葱和卷心菜，都是何鸽子喜欢的。入口是味增的咸味，下一秒三文鱼的甜味涌上来，鱼肉和蔬菜都很柔软，这时感受大米的香甜，一口酒入口，扑咻，沁入心底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何鸽子去老地方，山羊小哥在叔叔店里工作，何鸽子来过一次就成了常客，这里让他更自然放松。他先点了杯生柠檬酒，思考吃什么，给我一份烤山药。生柠檬酒配一小盘柠檬，喝前亲手挤柠檬汁，自己掌握酸度，新鲜柠檬汁清爽。烤山药一盘6小块，每块撒了木鱼花，入口香软多汁，浇上酱油再尝，调料提升山药美味。再来口生柠檬酒，舌头享受，看起来吃不停。冯乐老板也来了，他肯定作何。鸽子旁边，老板点了杯凉日本酒，何鸽子第二杯加热水，这瓶酒写了他的名字，随时来喝，不用再交钱。下酒菜老板点了刺身，叔叔让山羊小哥试试，他在店里帮忙学习很久，也该动手服务了。做料理的山羊小哥比平时更成熟稳重，每次下刀小心谨慎，
摆盘精致，好吃。山羊技术提高了，老板夸他鲷鱼切面漂亮，摆盘也美，完全可以端给客人。和鸽子尝了片金枪鱼，得到夸奖，山羊小哥快哭了。不枉他学这么多年。日本的女性到底有多爱喝酒？这个26岁的女酒鬼，周末早上刚起床就得来一杯冰凉的啤酒。公司同事和鸽子天生就爱喝酒，每天都在享受属于女性的独酌时光。和鸽子今天的计划有点不一样，不是下班去小酌，而是趁着周末来一次早上喝酒的体验。为了这一天，他昨晚很早就睡了，休息好了，身体才能达到最佳状态。早起后，在晨光中稍微散个步，这个时间出门才会发现，原来路上有这么多老年人。和鸽子的目标是那家门口有稻草人的小店，这家小店就是专门为早上喝酒的客人开的。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客人，和鸽子还是坐在了吧台的位置。这家店的菜单上酒和鱼的种类都很丰富，店里气氛很好，还不时有新客人进来，大家互相打招呼，让和鸽子感觉就像在亲戚家一样。果然，喝上一口，整个人都清醒了。小吃该选什么呢？那个傻瓜狐狸是什么？所谓的傻瓜狐狸，就是油炸豆腐加上蛋黄酱一起烤制，里面还加了大蒜。这么有趣的料理，和鸽子当然要点一份。他一点，后厨就开始忙活了。一块完整的油豆腐上铺几片蒜，再挤上一大坨蛋黄酱，放进那个看起来很老的烤箱，大约10分钟就能烤好。和鸽子喝着酒，闭眼想象这道菜有多好吃。随着一股香味飘来，他确定自己点的下酒菜做好了。为了方便客人吃，老板会提前把油豆腐切好，撒上一大把黑胡椒调味，看起来就特别诱人。和鸽子夹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因为加了大蒜，口感有点脆，蛋黄酱和大蒜的味道混在一起，再加上油豆腐的独特口感，简直绝了。这时候来一口啤酒，简直让人受不了。没想到这么普通的食材，组合起来竟然这么神奇。第一杯啤酒下肚，和鸽子一下子有了精神。那接下来就是正餐了，请给我来一份鲑鱼刺身和冷酒，我想要点辛辣口感的。早上喝这种清爽的酒最好了。服务员给和鸽子倒了满满一杯，那晶莹的光泽让人忍不住想喝一口。凑近一闻，满是清香，入口先是酸味和鲜美，紧接着就是辛辣的刺激。这家的鲜鱼刺身一盘有4块，每块都切得很厚，上面还覆盖着一层油脂，看起来特别新鲜。和鸽子最爱的鱼料理就是三文鱼，浓酱油让味道更加醇厚，扎实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。一口酒从嘴里滑进喉咙，那种凉丝丝的感觉只能用扑羞来形容。和鸽子的早饭吃得特别满足，微微的清爽感让他心里毫无负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和鸽子都坚持早睡早起，有时间还会去体验早上的活动。听说他这样的安排后，同事给他介绍了一家早餐店，于是和鸽子提前预定了周末早上的位置。这里的客人大多是附近工作的上班族，看起来很精致，价格也不菲，一份班尼迪克蛋就要2100日元。和鸽子点了个半份，还让服务员拿了酒水单。一大早他就准备来杯气泡酒，餐点和酒都上齐后，和鸽子照例先尝一口酒，空腹喝气泡酒格外爽口。班尼迪克蛋外形很可爱，还配了一小份青菜沙拉，一切开，半熟的蛋黄就流了出来，裹在其他食材上一起吃。温热的鸡蛋对早晨的胃很温和，烤火腿焦香酥脆，看来早餐还是得有面包和火腿。三文鱼口味的那个更让和鸽子期待，浓郁的蛋黄和黄油酱汁配上新鲜三文鱼，一大早就这么幸福，真的可以吗？在晨光下喝酒真是最奢侈的事了。这天同事们在讨论，如果搬家想搬到什么地方。对于女酒鬼和鸽子来说，肯定是楼下就有好氛围好吃的小酒馆的地方。可能是因为上班时聊了这些，和鸽子下班后就特别想出去逛逛。走着走着，他来到了一条商业街，一家小店看起来像老字号寿司店。和鸽子虽然喝过无数种酒，但从来没在寿司店喝过，他很想试试。新的客人不太好进去吧？和鸽子走了几步又回头，觉得这是一场难得的邂逅，于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。没想到服务态度特别温柔，吃寿司当然得坐吧台，这样才能看到食材和厨师的手艺。他看了看菜单和墙上的推荐，决定先点些别的。我想要日本酒。接着他又点了一份赤贝刺身。老板在切之前先把贝肉用力摔在菜板上，咚的一声，还挺提神。切好的贝肉被整齐地放回贝壳里，摆盘看起来很精致。和鸽子点的酒是加热后端上来的，吃生冷的刺身，喝热酒才舒服。一口下去，大米的香味扑鼻而来，热乎乎的感觉让酒更香了。接着尝赤贝，鲜艳的成色一看就很新鲜，蘸一点芥末，轻轻蘸点酱油，咬下去的瞬间，被肉里透出鲜味和甜味。虽然有嚼劲，但肉很厚实，真是一种迷人的贝类。马上补上一口热酒，真的绝配。接下来的小菜，和鸽子点了鱼干，
安康鱼的鱼干被称为海里的鹅肝，一般是配成醋一起吃，入口就是浓郁醇厚，奶油般的口感。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腥，吃不惯，但和鸽子觉得配酒刚刚好。吃完这些，他还是想来一份手握寿司，这样一天才算完美结束。第二天，和鸽子下班后又绕了一段路，专门来到一条陌生的街道。这条街上只有一家店亮着灯，走近一看，是一家手打荞麦面店，附近的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清香。和鸽子看了看菜单，各种荞麦面都让他很心动，但他还是想先点点小吃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点了一份豆腐皮刺身，又加了一份纯米银酿。没想到这家店的下酒菜竟然只有一块芥末，豆腐皮看起来软软嫩嫩的，听说卷起来吃才够味。入口后，大豆的香味很浓，口感也很嫩滑。这时候喝上一口酒，嘴巴可太满足了。接着他又加了一份鸭肉薄切荞麦卷饼，荞麦面糊在平底锅里煎成一大张饼，再用模具压出圆形小饼，一张饼能压出3张小圆饼。上桌时，鸭肉和饼是分开的，还配了点蔬菜和酱料，看起来有点像北京烤鸭。和鸽子拿起一张饼，放上一块鸭肉，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了酱和菜，卷起来就迫不及待往嘴里送。鸭肉和酱料很大，越嚼越能感受到鸭肉的细腻脂肪和鲜味在嘴里散开。荞麦粉的外皮 Q 弹，特别好吃。26岁的和鸽子成了女酒鬼，是因为他妈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人，只要去餐馆吃饭，肯定要点一瓶酒。这天和鸽子休息，正好赶上妈妈来东京探望病人，母女俩终于有机会见面了。两人约在浅草见面，先是坐了特别有名的人力车，体验了一把被人拉着欣赏风景的感觉。车到戏院时，两人还专门下去听了一场漫才搞笑表演。好不容易到浅草，和鸽子提议吃天妇罗或者文字烧，但妈妈看到前面一家西餐店，想着浅草的西餐厅也很出名，不如就吃这个。只是门口已经开始排队了，两人只好等一会儿。店里气氛热闹，是那种充满夏挺家庭氛围的西餐厅，每个在这里吃饭的人看上去都很开心。这里的菜单设计得很温暖，很可爱。妈妈点了一份牛里脊牛排，和鸽子点了一份炖牛肉，这2道菜刚好是外面写的招牌菜。至于喝的，这对爱酒的母女当然要点红酒。听着牛排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，母女俩开心地碰杯开始品酒。接着店家把搭配肉料理的蟹肉沙拉端了上来，这是免费的配菜，能给这么多蟹肉真少见。妈妈记得和鸽子爱吃蟹肉和芦笋，就让和鸽子多吃点。这蔬菜一入口就能感受到特别新鲜，还保持着脆爽的口感。这时候母女俩点的炖牛肉和牛排都上桌了，还送了2个圆面包，那赶紧开动吧。妈妈点的牛排很嫩，下刀时就能感觉到，因为加了大蒜，口味很独特。和鸽子点的炖牛肉和牛排吃法不一样，行家肯定先喝汤，勺子一抬就能闻到浓郁的西餐香味。尝一口，味道醇厚，再吃块牛肉，肉质鲜嫩，一抿就化。吃这种红肉料理，配上红葡萄酒，能把肉的鲜美提升1倍。牛肉下面垫了薯条，蘸着酱汁吃也很美味，好吃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，只能用扑修来形容。妈妈还把牛排分给和鸽子尝尝，这种母女互换美食的体验很让人怀念。和鸽子觉得牛排很嫩，大蒜和酱汁的搭配也恰到好处。这一餐妈妈吃得特别满足，也特别饱。虽然还想再吃一份蛋包饭，但肚子已经装不下了。于是和鸽子提议明天可以去东京站附近找找好吃的西餐厅。第二天母女俩特意在发车前预留了时间，来到了银座的一家砖器店铺。两人走到楼下的位置，服务员小哥先送上了毛巾和冰水。菜单上菜品太多了，母女俩都看花了眼。妈妈从昨晚就决定要吃蛋包饭，但和鸽子有点犹豫，不知道是吃焗饭还是猪排。这时候妈妈对他说，如果都想吃就可以全点。2个人把每样都尝一尝，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家店自创的白葡萄酒。不过和鸽子却点了一瓶啤酒，母女俩互相给对方倒上酒，开始享受临别前的一餐。此时他们点的餐正在加紧制作，光是听到厨房里锅子的声音就感觉很激动。这是您点的猪排，这家店的料理每一道都特别好看，甚至觉得用勺子戳下去都可惜。这蛋包饭表皮真嫩滑，里面的米饭是用蘑菇炒的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和鸽子准备尝尝猪排，这家店的特色是在猪排上放了一块菠萝，果酸让酱油调味的猪排变得更加软嫩爽口，肉的美味配上啤酒的清爽，
何鸽子又忍不住扑咻。焗饭一定要趁热吃，一家就因为芝士太浓而拉丝。芝士下面藏着长通心粉，酱汁味道很温和，再往下挖能找到好多虾，吃起来特别满足。吃完这一餐就要送妈妈去做新干线了，每次见面母女俩都能一起吃好吃的，喝好喝的，这样的关系真让人羡慕。何鸽子今天忙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等到下班，为了缓解疲劳，他觉得喝一杯最舒服。这是一家卖蒙古草料理的小店，羊肉在日本人里不算常吃的，说不定能给疲惫的身体带来点刺激。看到旁边的人点的羊排上桌，何鸽子对这家店的菜更期待了。他点了一份芹菜馅的煎饺子，喝的就选了一种少见的啤酒，虽然只有一小杯，但冰凉的口感和香味让他完全不觉得亮手。小店的开胃菜是烤羊肩肉，串在柳树枝上的羊肉，何鸽子还是第一次见，上面还撒了芝麻、孜然和辣椒粉，味道果然很惊艳。肉很有嚼劲，越嚼香味越浓，这绝对是羊肉的特点。仔细一品，还能隐约尝到果香，大概是柳树枝留下的味道。这时候配上香气浓郁的啤酒，第一次是这种搭配，感觉意外的舒服。小店的饺子都是现包的，每个都比普通饺子胖一点，底部煎的焦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第一口别蘸任何调料，虽然烫，但口感很柔和，芹菜的香气中和了羊肉的膻味。没想到普通饺子换成羊肉馅，口感和味道会变得这么不一样。第二个饺子蘸点酱油吃，熟悉的酱油味让芹菜的香气更突出，也让羊肉的油脂味更香。再加上啤酒的助力，好像闭上眼就能看到草原上羊群的画面。这得比扑咻还高一个级别的夸奖。项目完成那天虽然是雨天，但何鸽子心情超好。门口画着小猫咪的可爱店铺，正对何鸽子的胃口。那今天就在这儿喝一杯吧。店里的布置和外面一样可爱，到处都有小猫咪的元素，难得来一次，肯定要尝尝这里的特色。何鸽子点了一份老挝发酵香肠，配的酒当然得是老挝黑啤，这黑啤颜色比普通啤酒更深。何鸽子都等不及了，菜还没上就先喝一杯。这酒浓郁又有点苦，但其实挺清爽，很好喝。再加上杯子和杯垫都很可爱，心情直接好到爆，喝起酒来也更带劲。香肠是和黄瓜一起端上桌的，老板还配了一点特色酱汁，香肠粉粉的，中间还有一小块辣椒。何鸽子尝了一口，味道很浓，但回味清爽，辣椒混在里面一点都不腻，和黑啤简直是绝配。盘子里的黄瓜和香菜也别浪费，一起吃掉，再蘸点酱汁在香肠上，辣味十足，越吃越想喝啤酒。这种幸福感真的只能用扑咻来形容了。边吃边喝，一瓶啤酒很快见底。何鸽子拿起菜单，准备再点点啥。他点了一杯烧酒调苏打水，还有一份印度炸脆脆球。脆脆球上桌时还带了一小碗酱汁，老板说里面已经加了洋葱等配菜，把酱汁浇进去，最好一口吞。何鸽子尝了一个，外壳很脆，咬开后酱汁就流出来，可能没放玛莎拉。何鸽子觉得味道还不错，混合后口感挺奇妙，有点让人停不下来。不过这家店做的还是没那么地道，不如印度的干净卫生。第二个脆脆球何鸽子加了点香菜，异国风味更浓了。吃了油炸食物，来口冰凉的酒，油腻感一下子就没了。这天主任因为受到公司表彰，心情特别好，告诉大家今天不用加班，明天还休息，让大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松一下。对于何鸽子来说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喝酒犒劳自己。他下班后换好衣服，来到一家叫竹屋的小店门口。这家店的自烤鳗鱼特别好吃，也特别贵，只有吃犒赏饭的时候他才舍得吃一次。今晚店里人不算多，何鸽子一个人做了一张大桌。这家店用的是静冈产的鳗鱼，烤制用的是被长炭。一边吃烤鳗鱼，一边喝小酒，光想想何鸽子都会笑出声。于是他点了一份提前预定的白烤鳗鱼，一份芝麻豆腐，还点了一份清酒。酒和小菜芝麻豆腐先上来了，小店的酒杯是磨砂透明的，看起来很治愈，也让清酒看起来更清透。喝一口，清爽湿润，米的鲜美和纯净完美融合，香气也很浓醇，真是犒劳自己的完美佳酿。芝麻豆腐小小一块，特别 Q 弹，芝麻香味很浓郁，最后在舌尖上融化的口感配上一口清酒，醇厚可口，真是难得的美味。自烤鳗鱼上桌的速度比何鸽子想象的快很多，因为没有刷蒲烧酱，所以看起来特别清新素雅。这样不仅能尝到鳗鱼的本味，从视觉上也能看出鳗鱼本身就很肥美。先什么都不蘸，尝一口，
筷子碰到鱼的瞬间就能感觉到肉质很软，入口后香气扑鼻，口感油润，美味瞬间充满整个口腔。再放上一点点山葵，鳗鱼的油脂配上山葵的辣味，绝了。这时候喝口冰凉的酒，片刻之后味道开始扩散，一波接一波，太好吃了，就好像酒的余韵在嘴巴里跳舞一样。下一种吃法是在山葵里倒点酱油，再用鱼肉蘸着吃，加入酱油的鲜美和香气，味道又变了。这真是辛苦工作之后最好的犒赏。每一季的最后一集，和鸽子都会去冯乐喝一杯。这是新来的山本小哥，他原来是店里的常客。山羊小哥走了之后，他就接了这份工作。走进店里，他又看到老板的儿子，今天是专门来帮忙的。今天和鸽子想喝加水的烧酒，他点这道菜是因为平时店里很少有牛油果料理，这次是儿子建议的，老板才试着做了一下。老板用的都是很新鲜的牛油果和大虾仁，用料汁充分拌一下，撒上一些海苔丝，里面的芥末酱油特别上瘾，浓郁又清爽的虾仁，清淡但回味浓郁的牛油果，简直是绝配。再加上水鸽烧，酒的刺激，这种幸福的感觉只能用扑修来形容。这一刻，真是食物和酒的完美共鸣。和鸽子准备再点一道筑前煮，热乎乎的炖菜对胃特别好。这道炖菜里除了肉，还有香菇、魔芋、莲藕，每一样都吸满了炖肉的汤汁。豆角看起来翠绿翠绿的，嚼起来嘎吱嘎吱的，特别爽口。胡萝卜生吃的时候那么硬，煮过之后却变得这么软，真是个傲娇的蔬菜。香菇的口感和肉很像，尤其是泡了高汤之后更是分不清。主角鸡肉埋在蔬菜下面，那温柔的鲜美味道特别治愈，再配上平时喝的烧酒，这就是最平凡的日常。在陌生的城市里四处找酒喝，尝试新料理，大吃大喝，开怀大笑，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宝贵时光。那么本剧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